好，我们今天接着来解读批设新 DLC 的开发日志。这一期讲的是特殊工程。从它的描述可以看出，通过新的 DLC， 我们可以建设实验设施，指派科学家来启动特殊工程。具体有哪些？这边说了几个长城火箭、原子弹、陆地巡洋舰。也就是说，新 DLC 给我们解锁了超级武器首先介绍的是实验设施和专业化。我们要启动这些特殊工程，需要一个实验设施，这是新增的建筑，一个地区只能造一座。一共有4种实验设施。第一种是高等物理学设施，是核相关工程，然后是海军，之后是空军，空军里面还带一个火箭工程，然后陆军的话就是坦克、火炮之类的。这边截图展示了一下，当我们建造了一个核相关的物理学设施之后，它会在地图上这样显示出来。然后就是我们新版的科研机制这个科研槽旁边多了一个实验设施。关于这个新机制，主要就是解锁与攻关。我们想要启动一项特殊工程，就需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获得至少一项科学攻关。他这边把这个词翻译成了攻关我觉得叫突破可能也还可以就是每获得这个一点点数，我们才可以研究一项特殊工程。不过这些特殊工程也不是随便研究的，我们得先把它前置的这些常规科技研究好，它才会出现而且如果我们有科研槽正在研究飞机，那我们能更快的获得这个攻关点数也就是说，这个科研槽研究什么东西是能给这个攻关点数的进度提供一些加成的。从它下面这个图也能看出来我们现在因为正在研究这个大型机身还有穿甲炸弹，所以给它加了每天 0.1% 的进度。然后还讲了另一种产生攻关的方法，这边是需要这个科学家在这个实验设施里面，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亨里希福克它是在前波美拉尼亚的空军实验设施里面，所以他就给这个攻关来了 0.04 的加成。不过这个加成远没有我们科研槽的加成高，只能说目前来看这个攻关点数还是相当难获得的，就算我们2个科研槽加一个科学家也才每天 0.24想要拿到一个点数要等很久。这边又提到了，除了我们必要的一些前置科技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前置的特殊工程。比如我们想要研究这个洲际导弹的话，我们得先完成这个火箭工程还有核弹头的工程。也就是说，这个洲际导弹是非常难研究出来的，我们得先攒很多的攻关点，把前面的几个特殊工程都给它过了才行。接下来讲的就是原型机了，这个就是我们特殊工程的进展了每个科学家可以进行一个特殊工程的研究嘛，这个就是研究界面。在进行相关的这个特殊工程研究时，我们会先做一个原型机，然后不停的迭代。一般它这边是要转这个圈，这个圈转完之后我们就成功了一次，一共要至少成功5次才能完成这个研究。它这边放了2张一样的图，但是结果不一样，可以看出这个原型机有的时候可能只需要3次就能成功了，而且他们成功的时候获得的产出不一样比如这边它还给了一定程度的攻关进展，这个给的还挺多的，直接给了 25%。 要知道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攻关进度是非常少的，它一下子给了25这边好像还额外送了一个火炮卡，不知道这个翻译在批图的时候怎么忘了把这个词给批了那无所谓，反正我们也看得懂。只能说本地化的翻译也是很辛苦的，因为原来这些图都是英文的他为了翻译到我们能看，把每个字都批成中文的也不容易。下面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研究这些特殊工程的简单回馈比如我们在迭代产物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选择，可以让我们选择是加射程还是加威力。下面这边就显示了，它这个应该选的是加威力，所以相关的生产花费也加了 15%
关于这个额外的附带损伤，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然后就是我们研究特殊工程的时候是需要一定投入的。首先我们这个在研究工程时，这个设施只能研究，不能做别的事。然后它必须和我们的补给网络连接啊，必须得有补给。之后就是研究工程时会占用我们一定的资源，这些资源应该就是常见的钢或者铬之类的啊，这个应该影响不大。当我们工程进度达到100时，它就完成了。有的时候它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奖励，比如我们研究这个核反应堆的特殊工程，它会在完成之后直接在当地生成一个核反应堆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毕竟我们都已经研究完成了，那它肯定就能用了呀。不过好像是不送建筑槽的，如果我们建筑槽满了，那它就消失了啊。这边这个超重型列车炮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研究好了啊，它就直接能上战场用了。下面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完成相关的工程，就没办法看到一些隐藏起来的科技。这边举了个例子，这边本来有一句话，可能是翻译的人搞错了，他给复制了一遍，我们得去找原文看一下。原文里面说的是，有些项目，比如弹跳炸弹，会给我们飞机解锁一个新模块啊，用来炸这个水坝的。至于为什么要炸水坝，我们就不知道了。然后就是占领实验设施，如果我们拿下敌国，把敌国的这个实验设施抢过来的话，能获得对应的一些公关进度，不知道能不能来回的刷进度啊。接下来介绍的就是实验设施里面需要安排的一些科学家了。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等级。这边也能看到啊，一些科学家他就是研究飞机的啊，他有3级的飞机技能，可能根据不同的等级能加快我们特定工程时一些研究速度。再往下就是详细介绍了我们有哪些特殊工程啊，这个都是比较偏后期的东西啊，比如这个曼哈顿计划、火箭工程什么的，这肯定都是4-5年左右的科技了。总的来说，新 DLC 的超级武器还是挺多的。这边讲了一下这个兵制航母，还有鼠式坦克。很多工程它是只解锁一种装备啊，这个装备的话，我们肯定是能批量生产的，要武装到部队里面嘛。这边是超重型榴弹炮、机载母舰飞行器，然后陆地巡洋舰、早期直升机、哈巴谷，这种是一类单位，这个单位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了。然后就是一种模块，模块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坦克改装啊、船只改装的时候可以塞到里面的一些装备，比如这个喷火坦克的喷火器，然后消声瓦，这个应该是给潜艇装的吧。然后就是一种建筑，核反应堆，还有什么 V3 火箭，这个应该是直接建在地上的。至于后面这个创建新部队、创建新的生产线，这个也是挺常见的，以前点国策经常能点出来。这边又额外讲了一个具有更独特效果的比如这个海军工程里面的水下补给设备，它这边让我们海军里面多了一个水下补给设备，这个指令也太有用了吧。那我们以后想登美国不是随便登了。它这边展示的一些特殊项目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刚开始我以为这个 V3 是火箭呢，原来是一个大口径炮啊。它这个大口径炮直接建在了敦刻尔克，然后可以直接打这个什么高爆榴弹到英国去啊，那这个伦敦这一片都得遭殃了呀。感觉可以理解为什么巴黎大炮了，反正就是一个固定的可以打得超远的榴弹炮。接下来讲的就是与旧版本相关的一些改动，比如这个 V2 火箭和核弹，它们现在不能被直接研究了，是移到了特殊工程里面。然后喷火坦克也不是工兵连2解锁了，也是特殊工程自己研究出来。现在并不是特定国家可以使用巡洋潜艇和袖珍潜艇，每个国家都可以研究出来。不过这东西我觉得是没什么用的。再下面就是超重型列车炮了。原来我们只能造这种普通的列车炮，现在多了一个40炮机的超重型列车炮啊，感觉也就强了那么一点点。本来列车炮就没啥用，它加了15点炮机也不多。
最后就是火箭不再由这个导弹基地自己造了，而是我们自己花军工造啊。看情况，这个火箭还是挺贵的，毕竟我们一辆坦克才10块钱啊。我们每发射一枚火箭，相当于发射了5辆豪华中坦出去。不过好处就是这个火箭是完全不受防空干扰的，也就是说我们想炸谁炸谁啊。而且不同类型的火箭是可以挑选的，任务都是一样的，反正就是炸对面工厂嘛，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火箭到底能不能发射核弹，具体的他也没讲啊，就看他后面更新日志有没有说了。下一期更新日志讲的是匈牙利，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